邻居是网红打假博主，酷爱测评商品，恶意挑刺。我劝他这样做不好，会引起商家的不满。谁料他不仅盗用我的身份信息，还在商家找上门后直接把我推了出去，害我被超雄商家报复而打。在睁眼，我重回到了邻居用我信息签收打假快递的时候。你什么态度？卖的东西有问题还不能说了？审美赔偿少1分都不行，不然我直接发视频曝光你，让你的店铺彻底消失。不等进屋，柳如烟在家门口就暴力拆开了快递，里面的零食被他扔得满地都是。甄女士，我已经说了可以重新寄一份新的给你，10倍赔偿实在是不合理，就算你是网红也不行，这根本就是恶意打假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你是做贼心虚。柳如烟直接把电话挂了，一扭头看到我正站在自家门口，直接朝我翻了个白眼。真优秀，你什么时候站在那儿的？偷听我打电话是吧？真是没有教养。柳如烟，你这些快递的收件人为什么写我的名字？你这样做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一个收件人姓名而已，多大点事？哪天我一高兴，没准还有门口大黄的名字呢。再说了，我这是在帮你长见识。你一个朝9晚5的打工人，如果不是有幸和我当邻居，恐怕这辈子都接触不到这些高档东西。不需要你帮我长见识，现在立刻停止用我的身份做这些事，打假是你的事，别把我扯进来。哟，急了，老实人装不下去了。真优秀，你想清楚，咱们都是邻居，你要是敢跟我闹掰，这小区里我随便说几句话就能让你待不下去。柳如烟，我再说一遍，从今天起，不准再用我的身份信息收任何快递，也不准再用我的名字和商家交涉，否则我就报警。你去报啊，看警察是信你这个普通打工人，还是信我这个有几万粉丝的打假博主。再说了，身份信息是你自愿给我的，我可没逼你。唉，都怪春运过年回家的时候，我把身份信息发给他，让他帮忙抢票来着。就在这时，斜对门的邻居张淼回来了，他走过来就看出我和柳如烟之间气氛不对。柳如烟，你怎么又收这么多快递，弄得楼道里全是你的纸箱？那咋了？这是公共区域，我也有使用权。柳如烟，你别转移话题，你用我的身份从商家那里收快递测评，恶意打假，索要高额赔偿，你要不信我试试？我看你就是嫉妒。说着，他直接推了我一把，毫无防备的跌倒在地，受了伤。张淼着急忙慌的陪我去了附近的诊所包扎伤口。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却发现有个男人正站在我家门口，他正是被柳如烟恶意打假的零食店的李老板。你是502的真优秀是吧？你这个骗子，恶意打假，讹诈赔偿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！居然还敢在网上发视频诋毁我的店铺，害我的生意一落千丈，赔了好几万。今天你要么把钱赔给我，要么我就报警抓你。你误会了，不是我做的，是我对面邻居柳如烟，是他用我的身份信息收的快递，用我的名字和你交涉，而且快递单上的联系电话不是我的，而是柳如烟的。你还想狡辩？快递单上的收件人是真优秀，收货地址是这里，不是你是谁？柳如烟是谁？我根本不认识她，你少拿一个陌生人来搪塞我。柳如烟就住在对面503，他才是那个网红打假博主，恶意测评打假，讹诈商家，这都是他做的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以为我会信你这些鬼话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把事情解决了，我就不走了。我要让你们全小区的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先冷静一下，这里面应该有什么误会。这样吧，我们把柳如烟叫出来对质。你少来，你俩肯定是一伙的，在这儿编瞎话骗我呢。柳如烟，给我出来！你用我的身份收快递，讹诈商家，现在人家找上门了，你躲在家里算什么本事？赶紧出来承担责任！真优秀，你少在外面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用你的身份打假了？是你自己收的快递，自己和商家交涉，现在惹麻烦就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你做梦！柳如烟，你赶紧出来，当着商家老板的面把事情给我说清楚。你的手机上肯定有和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，既然你说自己被冤枉，那敢不敢让我们看看你手机里的记录？柳如烟在屋里沉默了，再也没有发出声音。李老板见状，心里也开始犯嘀咕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的怀疑越来越浓。真的是你对面邻居做的吗？千真万确。里面的人给我出来，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。警告你，你再踹门，我就报警告你故意损坏财物。我还告你恶意打假，讹诈赔偿呢。今天你不出来，我就一直踹，直到把这扇门踹开为止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506的王阿姨探进头出来，一脸好奇地说：“怎么回事啊？大晚上的，吵吵嚷嚷的，还砸门，让不让我们休息了？”王阿姨话音刚落，楼上楼下的邻居也都陆续走了过来，挤在走廊上看热闹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：“我刚才听说，好像恶意打假，被商家找上门来了。测评就测评呗，但也不能把快递都堆在门口吧，一点都不讲究。”
这些快递的收件人是真优秀，我记得他平时挺文静的，没想到背地里还做这种恶意打假的事儿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就是小姑娘家的怎么能做这么缺德的事？各位，我没有讹诈商家，是我对面邻居柳如烟用我的身份信息收快递，顶着我的名号和商家交涉，恶意打假，讹诈赔偿。你说不是你做的，就不是了。这些堆在你门口的快递，可明明白白写着你的名字，还有收货地址也是你家，这还有假吗？总不能是商家冤枉你吧？就是啊，不然商家平白无故的怎么会找上门来？肯定是你有错在先。小姑娘，做人要诚实，做错了事就要承认，别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。我没有推责任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柳如烟就在里面，让她出来跟大家说清楚。柳如烟，你出来！用我的身份惹了麻烦，现在敢做不敢当吗？就算是你邻居做的，那你的身份证信息为什么会被他用？肯定是你自愿给他的，你没准就是他的帮凶。没有，我当时只是让他帮忙抢春运票。胡说八道！你们只是邻居，就怎么放心的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给一个外人吗？就是，肯定是他做的，不然商家怎么能精准的找上他？现在地人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看着老实，一肚子坏水。这位老板，你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，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大家别乱说话，事情还没查清楚，不能随便冤枉人。真优秀不是这样的人，平时你俩关系就好，当然帮着他说话了，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还有什么好查的？我不管你怎么狡辩，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赶紧给我赔钱。等一下，既然你们都认为快递单上的信息是我的，就认定是我做的，那我们不如做一个最简单的验证。什么验证？快递单上有联系电话，对吧？既然跟你交涉的人是用这个电话，那现在我们就用你的手机拨打这个电话，看看接电话的人到底是谁。这个办法好，打电话一试就知道了。没错，要是他的电话响了，那就没什么好狡辩的了；要是不是，那就是真的有误会。打就打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他照着快递单上的号码按下了拨号键，我的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口袋里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突然从柳如烟的家里传了出来。这铃声好像是从对面传出来的。难道真是柳如烟盗用了真优秀的身份？铃声响了2声之后，突然戛然而止，被人挂断了。柳如烟，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！你给我出来！盗用别人的身份，恶意打假讹我的钱，你这个骗子！周围的邻居们也炸开了锅，议论的声音也变了方向，全都落在了柳如烟身上。柳如烟，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好汉？给我出来！今天这事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可防盗门依旧紧闭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柳如烟显然是想装死到底，周围的邻居们也开始帮着李老板拍门。柳如烟，出来，别躲着了！盗用别人身份，太不道德了！赶紧出来给真优秀道歉！就是，还讹人家商家的钱，你这算什么打假博主？根本就是个骗子！大家可能还不知道，柳如烟不仅仅是盗用了我的身份，讹了李老板这1000块钱。就在上周，他还用我的身份打假了一家生鲜店，不仅讹了人家2000块，还把人家的店铺信息、老板的个人信息都发到了网上，恶意曝光，导致人家的店铺生意一落千丈。什么？居然还不止一次！我的天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专门盗用别人的身份干这种缺德事，难怪他一直没个正经工作还有钱花，原来都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讹人家的钱。柳如烟，赶紧出来赔偿我的损失！你在网上诋毁我的店铺，让我生意做不下去。你今天不出来，我就待在这不走了。柳如烟，出来给李老板道歉，把钱还回去，还要给真优秀道歉，赔偿他的精神损失。你们别吵了，我根本没有盗用真优秀的身份，是他血口喷人，是他嫉妒我是网红，故意陷害我。柳如烟，你敢做不敢当，还反咬一口，算什么本事？开门，让李老板跟你当面对质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我不开，你们这是污蔑！真优秀，你就是个小人，你和别人来陷害我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李老板忍无可忍，一气之下抬脚就往门上踹，砰的一声，防盗门发出沉闷的响声，震得墙面都微微发颤。你再踹门，我可就报警了。你报警啊？我正好让警察来评评理，你恶意打假讹钱，这事怎么算？房间里的柳如烟沉默了几秒，随即我听到了她拿起手机打电话的声音。喂，警察同志吗？有人在我家门口闹事，还踹我的门，威胁我的人身安全，你们快来救救我！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来，你们都等着被抓吧。你恶意打假我家的东西，害贼喊捉贼，看警察来了抓谁！
柳如烟压根不敢报警，刚才只是假装而已。在听到李老板铁了心在门口不走的时候，他顿时慌了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突然心生一计，接着拿出手机开门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在直播呢，你要是敢乱来，我的粉丝分分钟让你出名。我瞥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，直播界面上的观看人数显示着1.2万，弹幕飞快地滚动着。李老板的脸色变了变，但愤怒最终还是压过了理智。你收了我免费寄给你的零食用来测评，非说里面有异物，要我10倍赔偿。我在电话里说了可以重发，可你非要钱。你知道我那个店1个月才挣多少钱吗？你一个视频发出去，我网店的差评一条一条往外冒，门店的生意更是一落千丈。那是你的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家都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无良商家的嘴脸，卖的东西有质量问题，不反思自己，反而上门威胁消费者。家人们，你们说这种店该不该曝光？商家太过分了吧，竟敢上门威胁！如烟姐姐，需要我帮忙报警吗？不要报警，家人们，我这点小事自己能处理，就不劳烦警察叔叔了。如烟姐姐太善良了，都这样了还在为别人着想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已经去搜这家店了，狠狠避雷。李老板看到这些弹幕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他突然冲上前一步，伸手就要去抢柳如烟的手机。你快把那个打假视频给我删掉！柳如烟尖叫一声，往后躲闪，甚至把我当成了挡箭牌。我都说了不是我，是这个叫真优秀的在背后搞鬼。你都用账号开直播了，还想往别人身上赖，就是你干的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李老板猛地上前一步，一下拍掉了柳如烟的手机，屏幕瞬间碎成了蛛网状，直播画面响了几下后，彻底黑屏了。你疯了？你知道这手机多少钱吗？你知道我直播间刚才在线人数有多少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完了。此时的李老板喘着粗气，像一头被激怒的牛。就在这时，电梯门开了，2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出来。我们接到报警，这里有暴力事件，你们谁报的警？是我。柳如烟完全没想到张淼会偷偷报警，呆愣片刻后，连忙掩盖住眼底的慌张，上前恶人先告状。警察同志，这个商家上门威胁我，还砸了我的手机。同志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先恶意打假讹我，我免费给这个网红寄东西让他测评，他非说视频里有异物，要求10倍赔偿，我不给，他就在网上发视频黑我的店，我的店现在生意一落千丈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找上门来的。他说的是事实吗？警察同志，虽然是他主动寄东西让我测评，难道就因为我没花钱，测评结果就不算数了吗？他卖的东西就是有问题。柳如烟，现在正好说一说，你用我的名字收快递究竟是怎么回事吧？警察同志，您看，这些快递的收件人都写的我的名字，地址也是我，但这些快递和我没关系，他未经我同意，用了我的身份信息收这些快递。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盗用你的身份了？是你自己把身份信息给我的。我给你身份信息是为了让你帮我抢春运的火车票，不是让你拿来收打假快递的。这位女士，你使用别人的身份信息收快递，这本身就是不合规的，如果涉及恶意索赔，那就更严重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看，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，专门用别人的名字来干这种事，想来是他自己心里清楚，他干的事儿见不得人。闭嘴！你一个卖假货的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的零食全是虫子。最后，在警察的调解下，柳如烟表示不会再用我的身份信息收快递，而李老板则赔了柳如烟的手机钱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都是因为你多管闲事的东西，要不是你，那个姓李的也不会找上门来，邻居们也不会知道这件事。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，嫉妒我是网红，嫉妒我能赚钱？柳如烟，你以为这事就这么算了吗？现在就你一个人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而且你今天坏了我的大事，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？你想干什么？真优秀，我告诉你，我手里有你之前帮我代签快递的签字照片，我把这些发到网上，就算不能洗白我自己，那也能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共犯。在没看清柳如烟的真面容之前，我的确有帮她代签收过快递，当时完全没想到会被她利用，现在看来她早有预谋。柳如烟，你太卑鄙了，没想到我早就留了一手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样东西。见柳如烟冲回家里，我赶紧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，然后放在了口袋里。柳如烟再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打印纸和几份文件，上面赫然是伪造的合作分红协议，签名处歪歪扭扭写着我的名字。我从来没签过什么分红协议，你居然还敢伪造我的签名？反正没人能证明是我干的，到时候我就说你分赃不均，反咬一口，看网友信你这个普通人，还是信我这个100万粉网红。真优秀，这就是你和我作对的下场。明天我就把这个发网上，先把你钉死在骗子同伙的耻辱柱上。闻言，我不怒反笑，把手机拿了出来，并播放了刚才的录音。柳如烟顿时脸色大变，冲过来就要抢手机删掉录音。我这闪身躲开，
他扑了个空，直接跌坐在了地上。真优秀，你实在太卑鄙了，居然敢偷偷录音，骗我说出真话。是你先想栽赃陷害我的，我只是正当防卫罢了。怎么样，现在还要把这份假合同和签收照片发出去吗？柳如烟的眼底闪过一丝算计，忽然收起了咄咄逼人的模样，对着我挂上笑脸。优秀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糊涂了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们重归于好行不行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现在录音没了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证据？不等明天，我现在就把那些东西发出去。你笑什么？柳如烟，你是没通网吗？不知道现在有云端储存吗？那段录音早就自动上传云端了，你刚才删掉的只是我手机里的而已。什么？柳如烟满脸不可置信，整个人蔫了下去。过了几秒，她忽然抬起头，狠狠盯着我。你以为不用那些东西，我就没招了吗？不等我再说什么，柳如烟腾地起身，快步走到客厅的直播架前，打开了备用手机，调好了角度。在打开直播的一瞬间，她脸上换上了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，甚至还挤出了几滴眼泪。家人们，很抱歉，刚才直播被打断了，因为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。现在我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，让家人们来帮我评评理。我作为一个坐拥100万粉丝的打假博主，帮商家免费测评商品以来，一直凭着良心说真话，监督商家的品控，帮大家避坑。可没想到，现在竟然遭到了商家的恶意报复。他不仅跑到我家门口闹事，还砸坏我的手机，威胁我的人身安全，而且联合我的邻居一起陷害我，恶意打假。天地良心，我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啊！我刚才看了那场被打断的直播，那个商家真的好吓人啊！必须曝光这个商家，再怎么着也不能动手啊！蹲一下店铺名，我去好好珍视一下那个商家，简直太可恶了！有没有组团跟我去开恶毒邻居盲盒的？此时，直播间的粉丝开始刷礼物安慰柳如烟。她看着屏幕上的礼物和评论，嘴角偷偷勾起一抹得意的笑，只是很快又掩饰下去，继续卖惨。家人们，我现在真的很害怕，我不知道他们以后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做打假博主，为大家做点事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说到这里，柳如烟的视线从我身上瞥过，故意投来一个得意的眼神。我立刻走上前，赶在她开口诬陷我之前，抢走了她的直播设备。你干什么？别碰我的直播设备，快还给我！大家好，我是柳如烟对面的邻居，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件事，柳如烟刚才说的全都是假话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快滚出去！柳如烟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，她就是一个借着打假博主的身份，盗用别人身份，恶意讹诈商家钱财的骗子。柳如烟长期盗用我的身份信息，把打假的快递寄到我的住址，用我的名字和电话跟商家交涉，讹诈商家的赔偿，还随意曝光商家的信息，把所有的风险都推到了我的身上，关键时刻想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。大家看，这就是他用我的身份下单的快递，你们仔细看看这个快递单面，上面显示的商品就是柳如烟曾发过测评视频的。他刚才说的找上门的商家，被他盗用我的身份讹诈了1000块，还被曝光了店铺，生意一落千丈。柳如烟不仅不承认自己的恶行，还在这里开直播捏造事实，博取大家的同情和打赏。我的话一字一句清晰地传到了直播间的每一个粉丝耳朵里，直播间的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，原本的同情和支持瞬间变成了质疑和愤怒。什么？竟然是这样？柳如烟盗用别人身份，还恶意打假？我的天，我一直很喜欢他，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，太让人失望了。赶紧取关，这种无良博主不配拥有粉丝，我要脱粉回踩。柳如烟看着评论区的变化，脸色惨白，伸手就要关掉直播，我一把抓住她的手。柳如烟，你不是喜欢直播吗？那今天就让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直播闹剧结束后，柳如烟瘫坐在地上，一言不发。我转身回到家里，连夜找房源。张淼得知我要搬离小区，特意过来帮我一起看房。优秀，别害怕，柳如烟就是个纸老虎，她翻不了天的。虽然很不舍得你走，但搬出去也好，眼不见心不烦，以后再也不用受她的气了。谢谢你，张淼。客气啥？你看这个怎么样？离你公司近，小区安保也很好，价格也合适。就在我们看好一套房源，准备联系中介看房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真优秀，你居然敢在我直播的时候拆穿我！你知不知道我的直播间被封了，粉丝掉了好几万，还有好多商家都来骂我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现在知道着急了，你盗用我的身份，想把所有的黑锅推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真优秀，你少在这里教训我，我不管。今天这事都是因为你，你必须回来帮我处理后续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，还要公开给我道歉，澄清我的清白，否则我就把你的所有信息都发到网上，让你也尝尝被开盒的滋味。柳如烟，你想的倒是比你长得美，我不仅不会帮你扛，还会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
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说完，我不顾柳如烟的叫嚣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没想到柳如烟被我拆穿后，竟又把矛头指向了李老板。这天，我刚回到小区，就在楼道里遇到了柳如烟，她身边还有一个年轻男人，两人举止甚是亲密。周周，我之前跟你说的事，你有没有想着帮我留意啊？放心吧，如烟，我一直帮你盯着货源方面的事呢。在看到我时，柳如烟立刻示意那个男人先把嘴闭上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打开家门，把男人带了进去。他的举动引起了我的怀疑，而在当天下午，我终于搞清楚了他的目的。优秀，不好了，柳如烟现在的风评反转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快看我发给你的直播回放。家人们，现在那个无良商家李老板的网店已经下架了，就连实体店也被查封了。你们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了吧？我这才知道，那天见到的那个男人，居然是李老板实体店的员工。柳如烟从他那里拿到了李老板店铺的进货记录，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实名举报了李老板。那个黑心商家一直都在违规进货，他的实体店与线上店销售的都是三无食品，他家进货渠道不合规，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，甚至还篡改生产日期，销售过期食品。而且据我了解，他店铺那些好评都是刷来的，大部分甚至都是打电话威胁顾客才得到的好评，所以我之前恶意打假，是因为这家店真的有问题。家人们，我实在是太冤了，之前不仅被无良商家纠缠，还被邻居带头泼脏水，好在现在真相大白，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。柳如烟这次的直播直接冲上了当地新闻热榜，评论区清一色的力挺他。没想到这件事居然还有反转，看来我这个纯路人之前都被人当枪使了。如烟真的好可怜，反手就是一个关注，以后就跟着他的打假视频避雷了。我刚才去搜了一下，那个商家的店铺真的不存在了，听说老板现在已经被带去调查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电话接通后，柳如烟那满是得意和嚣张的声音传了过来。真优秀，你肯定看到了吧？那个李老板现在彻底完蛋了，我告诉你，等着瞧吧，下一个被制裁的就是你。从那之后，柳如烟不仅洗白了自己，还涨了一波不明真相的粉丝，而我敏锐地注意到，他的粉丝列表里新增了不少之前被他打假的商家账号。这些商家关注柳如烟，恐怕是想找机会伺机报复吧。前世我就是被这些商家联合报复残洗，而这一世柳如烟的真面目被揭开，这些商家的怒火只会比前世更盛，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柳如烟。这是一个让柳如烟自食恶果的机会，但我也不能掉以轻心。万一商家们找不到柳如烟，又把怒火撒到我身上，那我就前功尽弃了。之后，我注册了一个小号，成功进入了柳如烟的粉丝群，群里十分热闹，一直在刷屏支持柳如烟，同时亲切问候我和那些商家。在柳如烟的一次直播中，我用小号嫣嫣的小迷妹开始疯狂刷礼物，最后我一连刷了10个嘉年华，瞬间霸占了直播间的礼物榜第一。正在直播卖惨的柳如烟看到屏幕上接连不断的嘉年华特效，眼睛瞬间亮了。谢谢嫣嫣的小迷妹宝宝的嘉年华，太感谢了，爱你哦，宝宝。你为什么这么支持我呀？因为我相信嫣嫣姐姐是被冤枉的，那些商家太可恶了，还有那个真优秀，简直不是人，他居然陷害嫣嫣姐姐，嫣嫣姐姐一定要硬气起来，不能让他们欺负了。还有我希望嫣嫣姐姐多打假，替广大网友避雷。老子之前真是瞎了眼了，那么相信你，还去线下帮你教训那些商家，现在好了，老子成了最大的笑话。还跟他废什么话？咱们一起上，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人面兽心的女人。话音落，一群人一拥而上，病房里回荡着柳如烟的求饶声。我默默退到了人群外，看着面前的闹剧。病房里的动静很快引起了医院医护人员的注意，但因为势单力薄，还是没能阻止愤怒的网友们。这场闹剧直到警察来了才得以终止。都给我住手！这里是医院，还让不让其他病人休养了？你就是柳如烟吧？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请配合调查。此时的柳如烟鼻青脸肿，在医院处理好伤口后，直接被警察带走了。没多久，柳如烟因犯盗用公民身份信息罪、敲诈勒索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并退还所有商家的讹诈赔偿款，共计10余万元，同时赔偿各商家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，共计数十万元。而李老板的审判结果也出来了，他因销售劣质产品，涉案金额过高，危害后果严重而被判2年。柳如烟入狱后没多久，监狱那边竟传来了他想见我的消息。既然他如此喜欢博流量，喜欢直播，那我就顺他的意，让他来一场盛大的直播，一场让他终身难忘的直播。没过多久，柳如烟门外传来了剧烈砸门声，那声音震得整个房门都在颤抖。他被这突如其来的砸门声吓了一跳，一脸不耐烦地走到门口。谁啊？大半夜的砸门，有病是不是？柳如烟，你给我开门！你这个缺德带冒烟的骗子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害老子彻底倒闭破了产，现在还面临调查，你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你吗？
然而此时除了李老板，门外还站着其他被柳如烟恶意打假过的商家。柳如烟，快把门打开，给我们个说法。快开门，不然我们就把门撞开了。吓唬谁呢？有本事你们就撞！柳如烟仍然自以为是，隔着门继续挑衅着门外的商家们。他话音刚落，紧接着就响起了合力撞门的声音。老旧的合租房门本质不牢固，在几个人的合力撞击下，只听哐当一声巨响，房门直接被撞倒。你们别过来！我告诉你们，打人是犯法的。犯法？你抹黑我们店铺，让我们生意做不下去，我一家老小都快吃不上饭了，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法？我每天凌晨3点去进货，保证食材新鲜。你说我卖出生鲜，现在我的老客户全跑了，供货商都不敢跟我合作，我欠了一屁股债，你必须赔我损失，否则我跟你拼命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你害我一无所有，面临牢狱之灾，事到如今还敢威胁我们，真当我们好欺负是不是？别废话了，我今天要好好出口恶气。场面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，柳如烟被狠推了一把，磕到了桌角。嘎人了，有人要嘎我，救命啊！此时柳如烟的直播并没有关闭，这一幕被原本的直播了出去。我的天，发生什么了？嫣嫣姐被人打了，这些人是谁啊？怎么敢闯到家里打人？有没有帮忙报警的？直播间的人数瞬间暴涨，但很快就因为涉及到违规画面被封停了。而就在直播间关闭的同一时间，楼下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，紧接着柳如烟被送往了医院。第二天一早，柳如烟在医院病房又开了直播。柳如烟刚开播，就有大量的粉丝涌进直播间，大部分都是昨晚看到直播冲突好奇赶来的网友。嫣嫣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昨晚吓死我了！天哪，头上缠了这么多纱布，肯定很疼吧？那些打人的商家太过分了，必须严惩。嫣嫣姐别害怕，我们都支持你。看着直播间里粉丝们的关心和安慰，柳如烟的心里暗自得意，对着镜头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家人们，我真的太难受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只是想做正义的打假，只是想帮大家避坑，居然会被人这么报复。昨晚那些商家闯进我的家里，对我拳打脚踢，把我打成现在这样，我真的好害怕，好无助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故意将头上的纱布露出来，让镜头清晰地拍到自己的伤口，试图博取更多的同情。我缝了好几针，医生说可能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。我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面打拼，只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，却被人这样欺负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谁来帮帮我啊？太可怜了，嫣嫣姐只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被人欺负。那些商家就是恼羞成怒，因为被曝光了就报复人，太恶毒了。必须让打人者付出代价，裁缝纫机都便宜他们了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一切根本不是巧合，这都是有人精心策划的，就是我那个邻居真优秀在背后搞鬼。此话一出，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，大部分人都听信了他的话。真优秀一直嫉妒我是个网红，比他有钱，所以他就偷偷联系那些被我打假的商家，把我的住址泄露给他们，怂恿他们来找我麻烦，想把我彻底毁掉。所以昨天的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。为了让自己的谎言更加可信，他还故意拿出手机，翻出一些早就准备好的伪造的聊天记录，对着镜头展示。你们看，这就是真优秀和商家勾结的证据，他一直在背后算计我，想让我身败名裂。一时间，我的社交账号被攻陷了，手机里接连不断涌进来陌生号码的来电以及短信，就连我的同事也在网上得知了这件事。真没想到这真优秀平时看着老实巴交，原来背地里喜欢给别人使绊子，以后可不敢跟他开玩笑了，万一报复我可咋办？认识他这么久了，我真没看出来他是这种人，该不会有什么内幕吧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老板现在也知道这件事了，估计很快就会找真优秀谈话。真害怕和这种人在共事，能不能直接开除，以绝后患？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里再次弹出新消息，是物业的王大姐。小珍啊，你能不能来一趟物业办公室？现在你们单元楼门口聚集了很多人，都是来找你的，一直堵在门口又喊又叫，其他业主都投诉到我这里来了。我直接打电话报了警，警察赶来后把那些聚集的人都赶走了，而我把之前收集到的证据都交给了警察。甄女士，你提交的证据非常充分，我们会尽快调查情况这件事。我从警局出来的时候，柳如烟又开了直播，甚至开始索要礼物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受伤了，没办法直播赚钱，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哪怕是一颗小心心，对我来说都是极大的安慰。粉丝们被他的卖惨洗脑，纷纷慷慨解囊，礼物刷满了整个屏幕。回到家后，我立刻用电脑上传了剪辑好的素材，是有关柳如烟盗用我身份信息收取快递的照片证据，以及之前李老板找上门后的楼道监控。打包发出后，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我的天，原来我们都被柳如烟骗了，他根本不是什么正义博主，就是个骗子。亏我刚才还在他直播间刷了礼物。盗用他人身份信息得以退款，泄露隐私，敲诈商家，这柳如烟也太恶毒了吧！之前还觉得他可怜，现在看来纯属自作自受，被打一点都不冤。除了被实锤的李老板之外，
那些被柳如烟恶意抹黑的商家，在看到视频后，也纷纷站了出来，派出自己的营业执照、产品检测报告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控诉柳如烟的恶行。我们诚信经营，却被柳如烟恶意抹黑，甚至是敲诈，损失惨重，求法律严惩柳如烟。随后，我直接打车了医院，在病房里，我见到了头上包着纱布的柳如烟。家人们，你们看，他就是真优秀，就是他和那些商家勾结在一起，陷害我的主谋，是他让那些商家来打我的，是他想要毁掉我。我只是不小心用他名字填了快递信息而已，他却对我不依不饶。我不再多说，直接当着柳如烟的面，把整理好的证据发布到了网上。帖子发出不到2分钟，柳如烟的直播间弹幕就画风突变了。我的天，柳如烟也太恶心了吧！做了这么多缺德事，还倒打一耙。亏我之前居然还同情他，关注他，真是瞎了眼了！赶紧取关，我直接粉转黑。这种无良博主就该被全网封杀，永远不能再出来害人。支持真优秀，柳如烟必须付出代价。柳如烟就是个骗子，赶紧把他抓起来判刑。弹幕一个个刷过，柳如烟看着那些网友们的疯狂问候，顿时傻了眼。真优秀，你都干了什么？也没干什么，只是把你做的那些事在网上帮忙宣传了一下而已。很快，柳如烟的直播被人举报，强制封掉了，评论区也已经被愤怒的网友占领。不出2分钟，他的所有账号都被永久封禁了。真优秀，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！要不是你，我还是那个光鲜亮丽的打假博主，有无数的粉丝支持我，有花不完的钱，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！我恨你，我跟你没完！跟我没完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资本跟我没完！我直接从包里甩出一叠纸，扔在柳如烟的病床上。她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惨白。那是她偷偷留存我的身份证复印件，还有一张详细的身份信息表，甚至还有我的家人的信息，一应俱全，详细的可怕。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了，你说这些我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你长期盗用我的公民身份信息，涉嫌违法。我没有，我只是留着玩玩，我没有盗用你的身份，这都是你伪造的，是你陷害我的。就算警察找上门来了，我也会这样说。你的嘴可真硬。这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下一秒病房门被人大力推开，一群人瞬间涌了进来，还有媒体记者在疯狂拍照。终于被我们找到了，大家快来！柳如烟就在这个病房。柳如烟，你这个骗子，赶紧把我们刷的礼物钱还给我们！我们诚信经营，却被柳如烟恶意抹黑，甚至是敲诈，损失惨重，求法律严惩柳如烟。随后，我直接打车了医院，在病房里，我见到了头上包着纱布的柳如烟。家人们，你们看，他就是真优秀，就是他和那些商家勾结在一起，陷害我的主谋，是他让那些商家来打我的，是他想要毁掉我。我只是不小心用他名字填了快递信息而已，他却对我不依不饶。我不再多说，直接当着柳如烟的面，把整理好的证据发布到了网上。帖子发出不到2分钟，柳如烟的直播间弹幕就画风突变了。我的天，柳如烟也太恶心了吧！做了这么多缺德事，还倒打一耙。亏我之前居然还同情他，关注他，真是瞎了眼了！赶紧取关，我直接粉转黑。这种无良博主就该被全网封杀，永远不能再出来害人。支持真优秀，柳如烟必须付出代价。柳如烟就是个骗子，赶紧把他抓起来判刑。弹幕一个个刷过，柳如烟看着那些网友们的疯狂问候，顿时傻了眼。真优秀，你都干了什么？也没干什么，只是把你做的那些事在网上帮忙宣传了一下而已。真优秀，你是不是也回来了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别再装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你肯定也是重生回来了，你比我先回来了。那又怎样？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，为什么不当时直接搬走？为什么要处处和我作对，害我现在变成这样？不等我说什么，柳如烟就因为情绪激动被一旁的监管给警告了，她这才老实了下来。柳如烟，你现在经历的都是你应得的，好好享受踩缝纫机的生活吧。真优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总有出去的那天，到时候就算是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。我没有理会柳如烟的咆哮，转身离开了。那天之后，我直接搬离了这座城市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多年后，我居然还会再遇到柳如烟。那天，我和同事们在下班后一起聚餐烧烤，谁知刚落座，一个服务员走了过来。几位吃点什么？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我猛地抬起头，直接和柳如烟四目相对。此时的柳如烟脸上有了明显的皱纹，看起来很憔悴，她的眼底飞快闪过惊慌、怨毒，最后凝固成一抹扭曲的阴狠。优秀，你们俩认识啊？可看起来不太像同一个年龄阶段啊。3年，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如今这副模样都是拜你所赐，你忘了吗？真优秀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把我害得那么惨，
还问我想干什么？你当年害我身败名裂，被全网封杀，还进去踩了几年缝纫机，现在装没事人了是吧？同事们脸色一变，纷纷放下筷子，一脸错愕盯着我看。柳如烟见状，继续添油加醋：你们这群人可别被她纯良的外表给骗了，她这个女人相当阴险，当初联合一群无良商家做局害我，最后我莫名其妙被判了3年，出来后找不到工作，抬不起头，只能来这种小烧烤店端盘子。真优秀这个人心肠歹毒，见不得别人比他好，把我一辈子都毁了。优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柳如烟，你说完了吗？怎么，你现在做贼心虚了？你敢说你没害我吗？是你盗用我的身份信息，是你恶意退款敲诈商家，是你直播造谣抹黑我，这些事你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否认吗？你胡说，那些都是你伪造的证据，你就是想洗白自己，大家别信他，他最会装好人了，背地里不知道多脏。同事们脸上的疑惑越来越重，同时看向我，面露难色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我们走，换一家吧。真优秀，你别想跑，你做的亏心事一辈子都洗不清，大家记住他的样子，离这种恶毒女人远一点。我脚步未停，直到走出一段距离，同事们才纷纷围上来。优秀，他到底说的是真的假的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感觉他好激动，不像是装的。我一五一十的把当年的事讲给同事们听，他们听完后个个义愤填膺，为我打抱不平。回到家后，我联系了张淼，向他打听柳如烟的事。我还真知道一些有关他的事，他出狱后就被人给缠上了。谁？难不成是那个李老板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李老板要比柳如烟先出狱，他出来后，老婆早就带着孩子跑了，家彻底散了。他把这一切都怪在了柳如烟身上，在柳如烟出狱后，天天堵他，让柳如烟赔给他一个老婆，不然就缠他一辈子，让他永远别想安生。柳如烟就这么妥协了吗？柳如烟一开始是不从的，但李老板天天跟着他，去他住的地方闹，去他打零工的地方闹。听说他换过好几个工作，每次都被李老板搅黄。这不，就连跑到你搬去的新城市都没摆脱李老板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她只能嫁给了李老板。我看着她现在的样子，过得并不好。是啊，我听说那个李老板本来就脾气暴躁，又对她都是恨，结婚后根本不把柳如烟当人看，3天2头就动手，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有时候眼睛都肿着。她在上班赚的钱全都要上交给李老板，稍微晚一点或者钱少了，回去就是一顿教训，她根本不敢反抗，怕李老板下手更狠。其实之前我也遇到过柳如烟，她额头贴着创可贴，问她怎么了，她只说是不小心摔的。摊上这种男人，离婚更是离不掉。那个李老板说，敢提离婚就直接弄把他，所以他现在是逃不掉，也躲不开，只能认命。几天后，公司聚餐，领导特意选了一家离市区较远的私房菜，没想到又碰到了柳如烟。她依旧是服务员的打扮，脸上带着一块新的淤青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同事们看到她，脸色都不太好。柳如烟端着茶水过来，手一直在抖，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我的裤子上。这时，门口走进来一个身材粗壮、满脸横肉的男人，正是李老板。都几点了？赶紧给我滚回家做饭！柳如烟直接被李老板扯走了。这之后又过了1年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则弑夫的社会新闻，里面的主角就是柳如烟。